结束，你们组的舞台获得全场最佳表演，你现在的感受是怎样的？我觉得能带领我们队，然后带着我的朋友们和我的喜欢的那个学员们一起能完成一个非常出色的舞台，并且能拿到第1名，我觉得真的很开心，就很有成就感。当时在台上听到大家投我们为最佳表演组的时候，真的觉得很幸福，就觉得一切努力都没有白费。如果让你给自己的2公表现打分的话，满分10分，你会打几分？我打6、7分吧，就是留出来的那几分空间，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第一次尝试性感的风格嘛，表情管理上，包括一些肢体的动作，可能没有达到我特别满足的那个标准，然后整体呈现出来的也会觉得有一点点还缺了点什么，所以感觉还会有进步的空间。其实现在不少人也会觉得你表演不太好，类似这种评价会对你有影响吗？我其实是更喜欢听到大家对我的一些需要努力的地方，而并不是一直的夸赞，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知道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毕竟经验有限，也没有过特别多的关于idol偶像的一些练习的经历，所以其实我更喜欢听到的是大家不同的声音的反馈，这样会更能帮助我自己提高。现在我们聊回节目，想知道你参加创造营亚洲的原因或者契机是什么？因为其实是当时听公司有告诉我这个消息，说可能创造营会在这一季会在泰国，会在曼谷办，然后我当时就跟他说帮我报名，帮我投一下资料，让我来试试，是我主动提出来的。因为我就是觉得在像对国内来说，这种有舞台的机会真的很珍贵，再加上它是在国外录制，会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又可以当作是来一次比赛，又可以当作是旅游感受泰国文化。参加创之前，你还参加过另外2个节目，你觉得对于现在的你来说是收获的时候吗？我觉得可以算作是现在收获呀，因为目前来说参加过3个节目嘛，对我自己而言，它更就很像是小学、初中、高中的感觉。第一次参加节目就像是刚进入小学，刚开始进入这行去体验这样的生活，去感受上舞台的这种体验。可能一开始经验还不太足，然后可能做的也没有那么出色，但是像经过一次一次的磨练考核之后，到现在来到创造营亚洲，就像是在提交更好的答卷呀。节目进行到现在，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或者比较难克服的是什么？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风格的转变吧，因为我自己来这里之前，其实大部分时间都还是待在自己的舒适区，可能就喜欢帅气的、舒适的、自在一点的风格。但是来到这里之后，当时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其实就是主题曲嘛，之前也完全没有尝试过这样可爱的舞蹈、元气风格的，然后一直到2公，现在又尝试了偏性感一点。我觉得这个过程我自己是很享受的，就好像每一次舞台公演都在给自己选择一个新的身份来去转变自己的风格，跳出自己的舒适区。从现有学员中选一位进行 pick 的话，你会选谁？我应该会 pick Luan 或者是雪瑶，就是他们俩2选1，因为我觉得他们俩是我觉得在整个 program 里面最适合做女团的2个人，无论从外表还是到能力都非常非常的出色。从成团来看，你觉得对你威胁最大的学员是谁？我觉得谈不上威胁吧，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在为了进入出道位而努力，所以其实每一个能进入到这个 top 9当中的名次的人选的话，大家都是值得的，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威胁一说。如果能够成团出道的话，你希望组合的出道歌曲和舞台风格是什么样的？我希望会像我自己的 idol 们一样，就是像 XG 他们那种风格，会更加的独特有特色，然后曲风也是比较新的那种，就可能不要走特别常规路线的那种女团风格吧。现实生活中，你觉得你是一个偏悲观的人还是乐观的人？之前的话可能还是相较于比较悲观的一个状态，因为可能是整体性格而言，我还是比较内向的一个人。但是后来其实在慢慢经过很多事情，然后参加过很多节目之后，我发现乐观本身会能带给我很多能量，也会在每一次上舞台之前，包括每一次完成很重要的事情之前，也会让我整个人状态更佳。所以其实目前来说的话，更偏向于乐观。哪一个瞬间让你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我觉得其实就是在节目里交到朋友，或者是有朋友带着我去跟大家进行相处的时候，我发现躲在自己的世界里真的不如去迈出那一步，跟大家进行更多的交流。我发现这样的话会让自己比如说讲更多话，或者是更多的展现自己，会带给自己很多能量。
那你觉得舞台上的你和生活中的你区别大吗？还是蛮大的，因为我在平常生活中其实是整个人情绪都淡淡的，然后也有点外冷内热的感觉。但是我感觉自己站上舞台之后，为了想要让大家记住我、看到我，我会更多的去外放一点，然后展现一些我潜在的能量。所以有些时候其实舞台上舞台下，我会有些时候觉得自己像两个人。在舞台上就是会非常非常的外向，然后会非常的愿意去展现很多东西，但是其实私底下的话，我还是偏向于话蛮少的一个人。你眼中的偶像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其实大家会对于idol的对偶像的条件会比较的多，然后会要求比较多，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对于偶像的理解其实就是当一个人他能在舞台上通过不管是唱歌还是跳舞，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舞台魅力，哪怕只是一瞬间能让别人记住他、认识他，并且能感受到他在那一刻散发出来的能量，我觉得这个就可以称之为偶像，可以称之为 idol。偶像就是一个站在光亮处向大家传递能量、传递信息的这么一个角色。对，你想成为什么样的偶像？我其实就想成为像我刚刚说的那样，我希望能通过我自己的表现和我自己在舞台上散发出来的那些东西，让大家感受到我、记住我乔怡这个人，并且就是也希望能传递给大家更多的正向的能量。这次2公你和艾玛、王珂一起合作，感受如何？我们这次合作，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非常非常的顺利，因为就是我们3个人平常私底下关系也很好，再加上我们对于舞蹈排练的一些观念都是不谋而合的，所以整个在一起短暂的3天排练当中，推进的过程非常非常的快，导致我们就是很快就能完成我们想要的目标，然后就会一点一点的去继续往下进行。最终拿到这个成绩的时候，也有一种释然的感觉，就感觉我们3个人包括其他2个人，我们在组里的付出是没有白费的。作为综合实力很强、个人风格又特别明显的学员，你觉得你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我觉得我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我自己的个人风格，相较于其他人来说还是蛮突出的，就是可能站在人群里会很容易被别人记住，或者说是站在舞台上，我自己对于舞台的理解也是跟其他人可能有一些不同。对，你会害怕大家把你们放到一起做比较吗？我不会，我其实还蛮喜欢，不管是大家也好，还是观众也好，就是将我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因为有些时候可能有些比较是无意义的，但是有些时候关于舞台上的比较呢，确实能够让我看出我自己的问题。作为节目的高人气学员，你会对高位成团有期待吗？是会有的，因为我自己理想的排名从进节目前就想要达到 top 3的程度。如果让你突破自我，挑战以前从来没有呈现过的舞台风格，你会选择什么样的舞台进行挑战？我目前还没有尝试过的应该就剩可爱风了，我觉得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去尝试一下。整个节目中让你觉得特别幸福的事情或者瞬间是什么？其实就是在我们练习到很晚很累的时候，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聚在我们的餐厅聊天呀，吃东西，是真的能打消一天所有的疲惫。接下来的舞台有特别想合作的 idol 或者偶像吗？如果可以的话，其实还蛮想再跟 Ten 老师再有多一个舞台的。你觉得整个比赛支撑你走到现在的原因是什么？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对于舞台本身确实是非常热爱，然后再一个我觉得我来这里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很真实的来自粉丝们的爱，2方面都在推动我一直更坚定的走下去。所有学员里，你的好感度前3分别是谁？弟弟、Emma 和王珂。如果让你现在对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我想对现在自己说，抓住当下，然后不要动摇，不要害怕，更坚定的往前，脚踏实地的走吧，你一定可以做到的。你在节目里说这种一路赢到底的感觉很少，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一路赢到底？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出舞台对于我来说没有特别的，就是达到我的预期吧。然后但是后来没有想到，就是从主题曲开始一直都就是达到很好的成绩，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在这里整个人的状态会很好，然后再加上运气的加持，就一路赢到现在。
时针断了线，封存在我们的领域。过去已是未来，无所谓等待，放空我来 time and take 归零到现在 ，OK？ 看得太口是真的海是否窥探在秘密的戏外不我而起在祈求 kick back， 下一个节点追求 kick back， 随心所向你不同方向，自在在屏幕各种方向，快乐来 no get away， 放亮思绪 fade away， 当快速弹幕光芒来洒，即刻释放所有捆绑，感谢无畏大定律，最最开始颠倒你，命运时间的意象就叫 TikTok。Kick, k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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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ck back. We gonna k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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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ck back. You know we did that. We gonna k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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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ck back. Ready, set, go.